我最近总是特别想吃夜市卖的烤猪蹄儿，但是这玩意儿订外卖到家就不好吃了，出门还懒得出去，所以我买了400斤鲜猪蹄儿，我打算在家研究这个烤猪蹄儿的半成品，这样以后在家随时都能吃到刚出锅的了。不过这一次好像有点冒进了，这猪蹄儿采购量有点大。平时手有几个没觉得咋地，这一下干400来个人有点麻了。我们从燎猪蹄儿开始就火力全开了，给手套都燎着了，但是没想到后来洗猪蹄儿才是最崩溃的。这每一个猪蹄儿的角质缝里都有猪毛和死皮，不过脱毛这个活吧干着特别爽，就越干越上头。我后来一度有点分不清，我们到底要做的是一个烤猪蹄儿的半成品，还是尝试掌握一门修脚的副业。这烤猪蹄儿我最近试了很多做法，发现好吃的关键是卤汤和烧烤料，但市场上卖的干料都比较压班，所以我们就按照齐齐哈尔烤肉蘸料的配方自己磨了15斤。这玩意儿磨完了给我弟也差点磨没了。然后卤汤我提前3天就熬上了，这样才能让香料充分释放香味。但是这么大一锅汤烧上之后，屋里就没地方了，那焯好水的猪蹄儿只能找别的水源去洗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我这一代先是在浴缸里去毛，然后去厕所里洗肉，后来那卤汤甚至还是虹吸的。就现在这活干的真是越来越有那黑作坊的样了。然后猪蹄儿洗到过了自己那一关之后，就可以去卤泡了，喝的直上劲，非要上雪地里撒点野。他俩作了3、4个小时才醒酒，这才算勉强能接着干活。正好这会儿猪蹄儿也卤好了，现在不管是颜色还是味道都特别好，稍微凉一下就能拿去烤了。然后卤猪蹄儿的这锅汤以后就可以当老汤用了。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锅汤我们要省着点吃的话，基本可以确保在我临走那天洗上它还有机会登场。这个卤好的猪蹄儿经过果木的熏烤，再撒上一层干料，尤其是这烟飘起来的时候，那香味可太绝了。而且这猪蹄儿烤的特别糯，完了一点都不腻，皮真的是一抿就化，这肉和筋也特别有滋味。然后把它们都塑封冷藏了，现在家里只需要有一台空气炸锅，3分钟就能吃上夜市同款烤猪蹄儿。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干料经过2次加热之后就没那么香了，所以我们给每一份猪蹄儿又装订了一份干料。这回这半成品基本就没什么纰漏了，我认为甚至可以达到95%的夜市还原度。而且这猪蹄儿不光能烤着吃，还可以做成一份强哥同款的猪脚面，这再配上2罐肉强爽，这个餐标我认为哪怕放眼整个旧厂街也可以说是相当炸裂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猪肉脯，但是我看外卖的好多配料表上都有鸡肉，而且含量是未知的。再一个肉脯都是肉泥做的嘛，我还怕他们用的都是边角料，所以我跟人拼了1头半的猪回来。我想看看这100%猪肉含量的猪肉脯在家做成本多少钱一斤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市面这些产品，我发现最优质的猪肉脯应该都是用肉片做的，而且工序非常复杂。我们研究了2天才整明白怎么在不加淀粉和食用胶的情况下，把这些小肉片最后能烤成一整张大肉片。这中间试错了无数回呀，有一单因为风干时间太长了，烤完吃一口差点没给牙崩掉了。但这肉光切片也不行，因为猪长得并不随人愿，一条猪腿上适合切片的肉其实就那么几块，所以我又研究了一下碎肉是怎么做肉脯的。我发现好吃的关键是肉馅得剁，不能绞，这样才能保留更多的颗粒感，并且在捶打过程中让肉自然的产生一些胶质。这70多斤肉我们整整剁了1天，给耳朵都震聋了，然后还得再调味绞劲儿，几天都没咋睡呀，那只能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终于在第3天的夜里，我们成功给我弟干出高血压来了。这肉馅需要给它擀成整张的形状再烤，但是最经典的金钱币形状我们没买到模具，就又嘎了一根家里的水管。不过这纯手工的金钱币效率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们拍了1宿才拍了300多个，给我拍的直恍惚。我寻思这不经典款吗？怎么干出一种限量款的感觉呢？这肉脯据说最正宗的做法要低温慢烤10小时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么烤正月能吃上就算烧高香了。所以我买了个烤烧饼的大烤箱，我打算先用烤箱给它烤到8分熟，然后再上炭火。这大家伙一来，那效率一下就上来了。而且我试了一下，这么烤和纯炭烤的在味道上也没什么差别。后来炭烤的时候我还加了点果木，这肉本来就是咸甜口的，现在又裹了一层果木烟熏的香气，这吃一口口感可太丰富了，感觉满嘴都是香味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因为在家做不用考虑边角料的损耗，最后它的成本合到42块钱一斤。这肉脯我们后来又晾干了1天，现在它油汪汪的又特别有嚼劲，吃这个太爽。特别是最后把肉脯嚼成肉渣之后，在嘴里嘬吧那点油和味儿，这时候再抿上一小口热水，我天，绝了朋友。